祝各位这个久等了啊。然后大家好，我是刘宇宁，也是今天的这个主持人之一，对不对？主持人，没错，就是主持人之一。那另一位主持人是谁呢？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算是一个惊喜嘉宾，因为前几期他都没在嘛，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龚俊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哎 ，Hello， 各位正在收看我们地球超新鲜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啊，非常开心今天在星期五的下午能够跟大家聚在腾讯视频看我们的直播。是的啊。就是这个，他们跟我说今天属于一个惊喜直播，但是就是好像之前预告了，也不算什么惊喜了，是不是？前2天就预告了。对，是你来算是一个惊喜，因为龚俊这次来录制也没有跟我们所有人说，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对，但路透已经满天飞了，跟我们说，哎，我们来西安，我来西安是拍广告的，我们装的，对吧？对，所以呢对，所以今天也很开心在这儿给大家见面。当然，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主持是我们的俊少，好不好？你来主 Q， 我来给你打辅助啊。行。哎，好，开始吧。那我们就，这个呢，从我们7月27号《地球超新鲜》在腾讯视频上线以来，得到了很多这个喜欢我们的朋友啊。太正式了，我都不太习惯。哎呀，先开个场呀，哥，先让我说完。啊，得到了很多这个咱们粉丝朋友们的喜欢和关注啊。然后呢，我觉得你们也肯定很想知道咱们在旅途中有什么好玩的趣事和这个可以分享的事情呢。然后呢，今天就跟看正片啊，对，看正片就好了。那不行，这是直播，我们得提前有的时候得预告一下。对，就是吊观众的胃口。不是惊喜直播也预告，这正片也要预告。就是先放点料给大家。放点料啊！现在就放吗？对啊，不然谁看啊？来，也不至于了。来，想听什么？想听？我们看一下弹幕好不好？看得到弹幕吗？直接往下 Q 了。咱应该当然拿着手机看一下。当然还是让这些哥哥们还有弟弟们打个招呼，打招呼嘛。对，先打招呼。我们从我们的年纪来吧，好不好？尊长的。说什么？我不参加不了。坐。你今天这个裤子穿的很年轻，很年轻哥。按顺序，我要知道直播不穿粉裤子。嗨，没事，无所谓。先自我介绍，别大家不认识。对，大家不认识都。按顺序，那就弟弟来吧。行，那咱顺着来吧。好。Hello， 各位地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阳弟弟。哎呦 ，Hello， 好。Hello， 大家好，您可能不认识我，我叫王玉文，我是综艺界的小学生。哎，这是一句准备好的话吗？没有，我刚才是想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一。好，这么简单。帅哥，大家好，我是直播界的新生孙红雷。哎呦第一次直播，是第一次直播，你第一次直播，好紧张啊！哎，再一个让我带这个干嘛呀？你也带个什么意思啊？冷啊，是因为冷。因为围脖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赫，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地球超新鲜。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们一定看过我录过的综艺，叫《地球超新鲜》。大家好，我是陈星旭。好，欢迎啊！这个停顿是什么？言简意赅。以为你要说两句话的，我手卡都来不及了。其实再多停顿1秒，正好。那停顿是你自己停顿的，我们没有。我说完了呀，你说话不能插话呀，对不对？你自己先停顿的呀。哎，你再说一遍。我不说了，我说过了，不行了，我不说了。你再说一遍，我们不停顿的。来一遍，来，大家好，我是陈星旭。可以。好。然后呢，咱们今天这周呢，第4期已经播完了，对吧？对，这周是第5期了，第4季了，马上明天播嘛。不是第5期，第4季，什么4季？要剧透啊？你要剧透第4季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什么第4季啊？哪有第4季？现在在第1季。OK。然后我们这个地球哈，听说反馈也是播的还不错啊。可以说是爆了，没有，可以说是还是不错。感谢观众的喜爱，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啊，谢谢大家的喜欢。然后呢，是不是有点远啊？就我俩是故意分开做的啊，就是一头一尾，一边一头一尾嘛，一边一个都比。对，要照顾到2位哥哥嘛，对吧？有时候听不懂规则啥的。也不会了。
那你试试这样，你就因为网友准备了很多问题嘛，对不对？啊网友搜罗了很多问题，你可以先问问红雷哥。问问红雷哥。是。好，你先看我怎么了？我招你惹你了？你问我？没有，第一次直播让你感受一下嘛，对不对？我真的人生第一波，来吧。人生第一波，是让我们按着手卡问还是随意发挥？随意发挥吧。没有手卡问，手卡问，因为团队已经审过了。这个手卡吧。是问一下啊。啊，这个哥啊，现在这个，哎，是这上一趴，对不起啊。哎，好，第一个问题问红雷哥，这个在这次的旅程中，哪些朋友是让你觉得反差最大的，跟你以前认识的他很不一样呢？龚俊，展开说说哥。有道理。我觉得我第一次见这个龚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断不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对。然后后来录了几期以后，他就去有事情就走了，我也很伤心那天。他走了，我有点不太适应。是我们都哭了嘛？那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觉得这孩子很真诚，对，当然热情是，然后做工作非常的努力，很负责任，然后有一点点帅，一点点帅吗？呢？一点一点萌，哦，一点点萌，一点萌，一点点可爱，有一点傻。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在我心中，这个傻字是褒义，都说的褒义词一点，因为我就比较傻嘛，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优点，咱俩有的地方是相通的。是，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好像没有那么陌生了，对，迅速就熟起来了。可能性格有一些地方是相通的吧。就是哈。但是原来我觉得，看你的戏啊，看你的图片，包括你路透啊什么，我觉得这人很酷。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反差，原来那么可爱，那么贴心，对，让人觉得很温馨。就是完美的人总有点缺点，是吧，哥？你要这么理解，我也没有意见。反差很大。那红雷哥，你录这节目，你感觉开心吗？你怎么整一？我完了马上，我很今天收官了吗？因为我其实，据你们说我是个 I 人，赫说我是 I 人嘛，我其实后来他们给我验了一下，说我是验了一下啊艺人，去哪个医但院是我认同自己是 I 人，我呢就老老实实的，不工作的时候我很少说话，然后我把能量全放到工作上，只有在我们录制之余，我才会在你们旁边坐着，一句话不说。就是一般我不说话，我都觉得我很不礼貌，你知道吗？但是我跟你们在一起，我敢于不说话，敢于不礼貌。没觉得你敢于不说话这事儿。你想想，哎，别造节目效果，真实情况是不是？晚上我们吃宵夜，你们在一起吃宵夜的他时候，是真不说，他不说，我一个字儿都不说。看着我们笑，就是一个字儿的时候，和。主要是你不说话，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有点不礼貌？我们是不是得跟你聊一会儿啥的？我们会想这个。但是邓主任看到你是很放松、很爱我们的。头两次还真是雨宁，你还说，哎，红雷哥还 Q 我呢，说，哎，你喜欢什么歌啊？你喜欢吃什么菜啊？就没话找话那种。也不是，就是就照顾我嘛，对吧？但是后来我发现，最后几次的时候，你们已经不用照顾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升级。对，我觉得哥哥最感动的一点是，有的时候我们录完《地球》之前在国外，然后每天晚上有的时候偶尔会聚餐什么的，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放的音乐啊或者玩的游戏，红雷哥可能没有接触过啊，但是呢，他也愿意坐在旁边陪着我们啊，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点啊。就是有代沟了，这没办法。你说人有代沟，你这哥，哎，我参与感多，那倒是，那是老顽童了。那哥，那到你了，正好说完红雷哥到你了，龚俊，你们真是按岁数来的是吧？不是，是江湖地位。江湖不是，就是在这个行业里混的年头。那不还是年也不是了。来吧，也有童星啊。那红雷哥问完了，咱们来问问那个二哥，二哥啊，大家都觉得乃文哥特别有包袱和梗，然后呢，网友们通过《地球超新鲜》看到了与以前演员身份不同的另一面不一样的乃文哥。这都不是发自你内心问的。
这怎么办？你们网友团队确认了问题。网友发出那些问的，就是大家因为看到我们节目都，他们觉得反差很大。我总不能发散吧？这些问题都是网友问的。网友搜集的，对对对。你想说什么？我没觉得我有。你先把这个问题回答了。我没觉得我有包袱，我有梗，我否认这个。否认这个，因为我在咱们地球，我发现我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哎，咱就挨个分析啊。好嘞。直播时间就一点点，我不管，挨个3个小时起步。咱先说星旭，你们都觉得他是 I 人啊？你知道现在星旭已经被咱们开发成 E 人了。开发，我的妈呀，这个爆发力，组起来了。是的，是的，经常会爆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没有啊，对不对？对，包括龚俊，是俊，刚才红雷哥也说了。啊，有一点酷，有一点帅，还有一点什么？傻可爱，有一点可爱，都是一点一点。更多的是什么？更多是坏，你知道吗？最多的就是坏。这个人蔫坏，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蔽，就是坏。那你要像这个贺哥，你说他是，我就觉得他完全就是法国文艺复兴。哦，啥意思？为什么？说那么大，抽象派，明白，太抽象了，你包括你，然后我雨宁，你看他不光坏，他还聪明，你知道吗？就坏人加聪明就是无敌。弟弟那你看很漂亮、很乖的一个小女孩吧，也坏，咱们又坏又能吃，咱们这里面就没有好人。对啊，然后反派眼里全是坏人。玉文说的话都不在五行之内的，口无遮拦，是不是？五行之内，五行之外的话都是，对吧？林一呢，他自己就是个梗，本身就是个梗，梗上长。那这老头就不别说了，我以为我够赖的，他比我还赖。那没有，那还是没有人的赖。觉得我把“老赖”这个词儿我送给你，我从此不赖了。我原来就是因为你，我原来是挺赖，后来碰到你以后，我赶紧改邪归正。看见反面不，我昨天我发现赖是真的。我昨天我发现赖真的很讨厌，很可恶，很烦人，也不至于讨厌。就昨天我就对你我就感觉看见了我自己一样。一面镜子，可以的。昨天网友给咱俩，我们俩是互为镜的。哎，这问号快就是给咱俩组了个 CP 吗？这什么意思？这是你俩就是问号 CP。我真不知道这个。那个地球里面的特效老给他们做那个问号，听不懂规则的时候嘛。明白，对。不是，他们就是为了想省后期。是。特效。因为这直播没有特效嘛。以后每次我们就自己就背上就完了呗。就啥意思？啥意思？就你放你头上，这样飘在空中。我每次是这样，一直这么举着。那星星，你帮我举着吧。哎，这样。每次是这样。没有，每次是不是就是挂脖子上，每次都是扛着挂脖子，这是什么意思？都是扛，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是比心的感觉吗？不是啊，后来看这个问号现在也是派上用场。我看看，你看咱俩这样啊，这不是是这个脸，你看又撕了，又撕了。直播呢，快来打个咱俩是不是比心呢？在这儿是不是比心？对，在线打饭一点，这是我爱你吗？哪文我这儿连着，哪儿连着？这儿。刷梗，还真是耶！我爱你吗？我们都不用 Q 他们，他们自己老享受了。是的，所以这个节目录的就很开心嘛。那当然还是要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啊，这个我们乃文哥的一个新剧叫做《归队》，是吧？归队，对，已经开启预约了，然后是在8月25日腾讯视频播出。你要不要给这个屏幕前的这些朋友们介绍一下？快打 call。这个归队呢，这部电视剧呢是为了纪念，咱们这个反法西斯，80周年。好，专门写东北抗联的一部戏，很励志，很感人。好的，感谢大家多多支持，一定要支持，一定要支持啊！需要我们感谢兄弟姐妹们多多包场，越多越好。你这挺实际啊！没有我，谢谢了。这个哥，你不用你说，我们一定会包的。对，是一场包多少场是我说了算，还给我定价呢。包多少场看情分。这样吧，我1场，你2场，3场、4场、5场、6场。总之坐了最后面。8月25号，自己先 Q 是吧？8月25日，8月25日，腾讯视频归队，好，多多支持，对。行，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感谢就是
这个乃文哥在整个录制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嘛，包括其实咱们这儿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辅助，也是跟乃文哥关系非常好嘛，就是我们贺哥嘛，对不对？他哪是辅助啊？辅助，他真纯天，他就是那种最强辅助，全世界最强助攻。对，你会发现对不对其实观众眼睛非常雪亮，像有些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的梗是我们就是贺哥在旁边一观察马上接上，就是不让我们每个人的说的话掉。是，是非常非常好你们。太有接各种梗太多了，接各种。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回去看路透，我在意大利最后一天，我录哭了。然后呢，贺哥说：“这个拍什么合照？过来拍近景，给我怼着郭靖脸拍，拍什么合照？用不用先拍着再说？不是是这意思怎吗？么到那个阶段你没有记忆了吗？这情绪太嗨了，所以那天忘记了这。我在你身边说的话，你忘了吗？这直播哥，直播咋了？不能丢。还是说明我们在一起，我们整个团队非常开心快乐的，我们很真实，对不对？我们把我们最真实的快乐放在我们的节目里，然后再呈现给所有喜欢地球的每一位观众。是的，没错，哥。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对象刚才贺说这句我。话，我觉得跟平时不太一样呢，怎么？没有，你知道贺是有一个特点，他感性和理性经常是跳进跳出，哎，这对，对吧？这个接离感就让你就抽象到让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是。比如说你那个快拍什么全景，拍特写，但是他是哭着说的。他哭了，他没哭。你看到我心中的眼泪了吗？俊俊，这会儿跟傻乎乎有一点关系。这样吧，马文老师，挂你脖子上。对，我没看到这个刚播完不是第4期吗？对，那个星旭那一块儿你也是这个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帮助星旭完成任务啊。对，当时你的整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就再不出手就录不下去了，我都垮掉了。以星旭这个大脑，那怎么办呢？我走不下去了。所以也辛苦贺哥了啊。对，而且就是大家真的就是，我发现那天录节目的时候，大家其实虽然心中有个任务哈，就是要有星旭的这个隐藏任务，但大家其实，在那个美丽的景色，我们这个节目带着大家去旅行，大家好像很多时候是忘记掉了这个。我们真的是沉浸在了一个美景和这个美食，然后团队在一起的快乐，包括星旭自己有的时候都忘记了。所以我不得不出手了，知道吗？再不出这期没内容了，没有内容了，没有内容，完成不了。咱们的主题经常会跑题儿，没错，经常会跑，聊着聊着就跑题儿，是不是？这就是真实嘛。星旭也是因为没参加过什么综艺，也是第一次。对，所以贺哥特别照顾。对，但没想他自己后来就是录着录着开始那一期膨胀起来了，觉得自己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但有时候给照顾的也挺狼狈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最后他赢了，他跳起来了，嘚瑟起来了。没有，他这样跳起来了。他说我要复盘，这样，哎呦我天，他自己主动要求复盘。对，我都不知道呀。哎呀，都说好好的，说不再搞我了，然后没想到来了个大。星旭真是好孩子，不像龚俊坏孩子。哎，要是你的话，你当时你能感觉到，我感觉中间有几次都是我差点穿帮了，我都是吗？是吧？但如果你是星旭，差点穿帮了，我都。如果你是星旭的话，你能察觉出来吗？我要沉浸在那个胜利的喜悦中，我感觉也选，是吧？是吧？但只有你一个人，对啊，这个其实挺蹊跷的。是的，你挺难的哈。你挺难。这是在剧透吗？还是路透啊？剧透，但是已经播完了，哥。这期播第5期了，我们要大唱美声了。对，再说就全部路透。他们这节目那个预告都放了。明天开始播嘛？对，明天播都已经开始了。其实就周末了。哎，那最好的预告哈，最好对，期待星旭的表现。哎呀，这一期他也挺好玩，挺好玩的。问一下贺哥下一个问题啊，哎，贺哥应该是看着乃文哥综艺感飞速成长的，对，贺哥是看着我长大的角色，开启了你另外一扇门啊。乃文哥今年先后参加了5哈和咱们的地球，贺哥都在啊。那想问一下贺哥，看到乃文哥成长的那么快，你有什么作为很欣慰啊。哎，没退步就行，没退步就行。加油吧，未来
好好飞。哎，以后带带我。我不带你，带不动，太可怕了。梁儿哥还是一个，他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很纯真的大孩子那种感觉哈。宝藏，宝藏哈，对，就是为什么好玩？我觉得现在综艺里永远是这样，我们面对一个游戏的时候，面对一个环节的时候，你能用最真实的反应，真正的认真的去玩一件事情，这就是最可贵的，也就会最能把快乐展现出来。那梁儿哥他就是一个遇到什么每一个环节都是认真的，好玩，爱玩。玩的又差的那种，又菜又爱玩，又菜又爱玩，甚至咱们已经录制到很晚的时候。不，你说的还不是特别准确，还在复盘，还赖呢，对不对？对，然后这差不多录完了，素材都已经炸了，已经还要主动的问一句，要不然我们再玩一个。啊，没玩够，没玩够，真的没玩够。不想回家，就爱玩游戏。家长怎么教都不回，吃饭都不吃。太吓人了，真是。而且儿哥在中戏上学的时候就爱玩，这样玩，就是玩的很好。就是怎么跟你之前说的不太一样啊？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表演者。那表演系是有名的，演喜剧出身的，正剧、悲剧都演的。呀，你以前是演喜剧的呀？这次一下绽放了，一下讲第6春。哎，你们这等会儿我忘性就够大的了。咱第1期的时候，咱仨不就是在那个桑拿房里，不是就聊过这事儿吗？我们都是喜剧演员。哎，对，是说大家共同点嘛。都没有脚气，那就类似于这种，不聊过。因为我们都是喜剧人，你跟一句都没有脚气，我就记得这2点。所有话题都跟脚有关，哥，跟袜子有关，真的，真是。我觉得这是个落下病了，袜子哥忘不掉了。下面问我的搭档，今天，哎，来，哎，这个我要问问你啊，这个你在节目里直接化身丹东代言人啊，我吃过你给我寄的草莓。然后呢，丹东的草莓特别甜，丹东的土豆丝也好吃。那能不能用丹东话安利一下我们节目，或者安利一下今天录制的地点？为什么给我想的问题这么商务？这你开玩笑。那当然，这个用丹东话去安利一下我的节目是吧？安利一下地球，安利一下或者西安节目嘛，安利我们的节目。可以啊。对。这个地球超新线这个节目。真的是字好看，朋友们。如果这个你开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咱们的这个《地球超新线》；你不开心，你更要看。而且我觉得这是中普通话吗？这是丹东话。丹东。对，也欢迎大家到我们丹东去旅游，然后吃那个丹东大草莓。包括今天我们最后一期收官在西安。昨天也是开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出，也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希望大家那个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各位了啊！谢谢。还有丹东的螃蟹也好，哎，丹东海鲜很好吃，是的，蚬子，你给我们寄点螃蟹，没问题，小事。刚才说草莓，没问题，整点螃蟹。就认识我的朋友都会有一个 VIP 待遇，就是每年草莓最好的时候都会邮寄的。那雨宁，咱俩半个老乡。对，是行，是知道。我们丹东，你这里老乡挺多的，这也是。你这左边的，我右边的，这个老乡比较特别，我媳妇儿丹东人嘛。对，子好吃。对，就是那个龚俊，是不是你得聊2句了？没有，你还有个问题呢。还有问题了。你还有个问题呢，你干啥跳我？让你用唱过歌曲中的一句歌词来形容参加节目的感受。或者哪首歌哪句词呢？你刚说吗？这个问题好难，是吧？对，这太简单了。这个你有唱100多首。地球超有趣，生活的生活的不许给提词板。地球超有趣，生活的这周都藏着谜。对，超有趣啊！超有趣，开心。行，真没过了吧？歌词是世界男孩。真有扎针。第2句，直播也扎。第2句，
你唱错了，是世界超有趣。我感觉好像再唱一下。第一句也是。雨宁，别被他们别被他们 PUA 了，玩上游戏了，咱们可以啊，可以啊。接下来问问我们那个龚俊吧，哇，好，刘宇宁啊，对我那个我发散一下，人家还有发散。这个直播跟你自己直播有什么区别啊？这个直播没有音效器，有点干，有点干，我也觉得所以讲话我们底下得就是鼓掌。没有音效器。哎，你都需要什么音效？一般正常气氛组，来，我们一人一个。你这样，我们最起码你说一句话，对，这些得有。你说一句话，你就点一下声，我们就跟着笑，左手笑。对，没有，咱们你需要什么？我基本就是说一句话，打个比方，乃文哥你说一句话，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你点一下，有笑有鼓掌。只要有人说了2句话以上，必须得笑一下。咱就这么来呗，来吧，或者是气氛的意思。行，今天咱们直播后面就必须得这么好，不是自己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必须哈哈哈哈。说什么都得就是加这个吗？对对，有心的也得这样吗？等一下啊，咱要分号，一是哈哈哈哈哈鼓掌，2是什么？3是什么？好行，咱就1、2、3，错了都怎么惩罚？不是让没有哥直播1个小时，你要干嘛？雨宁，你来控制。你说1，我们就鼓掌笑；你就按；你说2，我们就按。对，可以。哎，等会儿1是什么1是笑？2呢？鱼。鱼是什么？3呢？好嗨哦，来吧，从头，从宋雷，你刚才你，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啊，直播是有时限的。是的，那个朋友们啊，从头是吧？你还从头？没有，刚才顺着那个龚俊问你那个问题。我知道，乃文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从头再宣传一遍这个归队，对不对？8月25，没毛病。对啊，8月25号，腾讯视频归队，期待大家来看，谢谢大家支持。是该我了没？好，要到龚俊了，龚俊该你问了，就该我问了吧？的词儿，我是没有问题。对，哎，是我的词儿，对说到龚俊这没问题，没有，没问题。啊，该你的词儿，要不过，该你的词儿，哎所以呢，就是问我们俊，因为大家都说他是百灵鸟嘛，对不对？众所周知，他是百灵鸟。就是我之前咱们玩那个游戏比较就是还没播嘛，就是我干过沙漠下暴雨那个啊，对，所以这个要不要现场跟我们唱2句？我等一下啊，我哪一句？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下暴雨，看过大海。等一下，你要认真唱，你要好好唱，唱几句？亲吻鲨就是鱼。2句。有了，请问。重来，从头来，从头来。我看过沙漠，我真忘了下暴雨。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我这周要播了，我天哪，我真要笑死了。这周给大家预告一下，第五期是非常非常好玩，里边内容就是因为超级好玩，我会看节目嘛，结尾的时候都会发我们第5期的那个预告，我看弹幕都在说第5期内容这么多，腾讯你给我全放出来，就是那个，你必须给我全放出来，就是他们很期待第5期啊。对，第5期本来就很好玩，对，很多内容，第6期也好玩啊，不是，我们这个是上下期是吧？是，那就是第5期上下期都好玩，就第5一整期嘛，对不对？对，之前还有一个猜词节目当中说那个是孙红雷的 sister， 你一下就。哪个呀？娜姐嘛，你说呀？对，娜姐，你当时为什么一下就想起这个形容词了？你说娜姐，等会儿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什么叫 sister？ 姐妹，连妹妹都行吗？我跟龚俊是姐妹。娜姐，没有，你看，把问号带上，哥，带上，快来音效吧！带上，应该是3了。sister 是姐妹的意思。那是你 sister， 谁是我 sister？ 娜姐，
哪个娜姐？这样的，我给你回溯一下，是那英吗？是，我们在意大利玩了一个用英文来描述的。对。然后呢，你跟娜姐参加了一个综艺，然后呢，我就说我还聊，我们俩不是平时要聊嘛，然后呢，她不是你姐姐吗？她比你大吧？大。你跟我说过吧？英子吗？啊，对呀。你聊这个干嘛呀？别人问题是这个。与您比个手势。所以啊，就是问题是，龚俊颖和两位都比较熟，让我回答，可以形容一下红雷哥和娜姐在我心中的形象吗？你自己有，你还让人问？这个是他的词儿，没到嘛？对。我也聊娜姐和红雷哥在你心中分别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喜欢爸爸还是？先说娜姐吧，先说娜姐啊，这问题我真的。你就是娜姐和红雷哥喜欢的，都掉水里了。都掉水里了。你先救谁？你先烫谁？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呢，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周六呢是这个我要尊老爱幼，是的。今天呢我就不用尊老爱幼了。是的，是的，是的。没听懂。那得问一下，现在我们地球提档了之后，你该怎么办呢？别的节目。哎呀，这样嘛，就是那个我这样，我就那个手机和这个平板一边放一个。哦，你别问这个，你干嘛呀？不问这个，不问这个。那谁是放在平板里的那一个呢？别问了，我掐不掉，干嘛要掐呀？切不了。为什么要切？啊，往后，往后。这多开心！我汗都出来了，我天！你就随便，你不是随便，你就不要随便了。分别说一下你跟娜姐相处和跟红雷哥相处不同的感受吧，对吧？我觉得娜姐她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姐姐，我俩那我就玩啊，就绕弯子，我就绕弯子，还没说完呢。啊，那你接着说。娜姐呢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姐姐，然后她跟我性格很多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然后我们俩就是有啥说啥。也不喜欢拐弯抹角。当然，红雷哥跟你不太交心。不是俊，红雷哥能不能愉快的一起玩耍了？红雷哥呢，说话呢比较，不是开玩笑。我红雷哥呢特别像大哥，然后特别的细腻心思，然后呢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也愿意跟我们相处。然后我在意大利还没播，我不知道剪到那个预告里面没有。然后哥哥最后特别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他说他非常开心和珍惜能跟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然后呢，他从我们身上能吸取到他自己以前感受不到的能量，然后也非常的珍惜我们。所以我觉得红雷哥其实，你说他是大哥，但他很多时候，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特别小孩子的一面，也对，但也我在你心中这么难解读，说了这么半天没说明白。抽象，我觉得你是细腻。你看你说娜姐说我俩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很耿直，然后你也很坦诚，你也很直接啊。那不是你不是，能不能简约点说？哎，别回答了，这个问题发散说不下去，都不能回答了。可以回答，这我的意思就是，大哥呀，你的直接坏的我就别吃醋了，红雷哥。哎，行，好吧。我就举个例子，就是第一次我们见面，然后哥呢，就是我们小辈都很客气，然后呢，哥哥说别这么客气，我喜欢那个直接一点的，你就直说，有啥直说。对，红雷哥很傲娇，很爱吃醋。这都爱吃醋，要哄，就要哄。大狮子那个确实对，要这样哄。对，那下一趴该我了。哎呦我天！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地球团的一半还没问完呢吧？组局选人还是挺大胆的。你刚才还要玩游戏呢？是。把一群真的不算太熟悉的人聚在一起，各种性格都有，还真不知道。问你了，像新旭这样的 I 人，现在适应了多少呢？你变1了吗？我其实没有，我不是 I 人，就是你是E人啊？不是，我是，但我只是因为不熟的话，我就会比较紧张，或者说陌生的环境或者陌生的人，一起做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事情，我就会比较紧张。但是如果大家熟悉，真的假的？其实北京是大家都熟悉了，但是我们又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住在一个国家，然后那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啊。那现在熟了吧？熟了呀。你熟了，我们开始紧张了，太可怕了。不会，
我反正我就是现在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了，顾忌，对啊，玩的挺开的，昨天开心，挺开心的。哎，对，不是，我觉得这个节目也让大家看到了陈星旭不一样的一面。他日常演的那些角色，要不霸总，要不那种就是特别狠的人。在这个节目上看到你很可爱的一面，说明全是演技。是不是？而且在网上我看好多图片都是小时候哭的那张，童星就是不一样。童星那张哭的那张，对，就是被我们骗了之后，全都发那个表情，小的时候那个撅嘴那个啊，很可爱。主要我发现我一直以为，就可能就是演那种戏演多了，就觉得自己真的有点脑子。然后就是等会儿啥意思啊？不是就演一个聪明人那种的，演那种戏演多了，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挺聪明的。你这话说的就也不笨，不是啊。但是呢，就是角色和本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一定的，这事儿我知道，有距离的。但是就是你长时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会拉近了，对吧？我懂了，入戏进入角色演戏嘛，对吧？我懂了，了。对，就那种就串联在一起，就跟意大利你落地我们玩一天那游戏一样。对呀，然后，但是玩着玩着就会发现出来了。是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人外也有人，天外有天，就不是就是脑子能那么灵活的时候。他其实这话的意思呀，也并没有否认自己傻，你知道吗？他只是说还有更聪明的，有待开发。对啊，有待开发。来吧，接着问这个，雨宁刚才说啊，你剧中霸道总裁，剧外 i 人，然后问一下你当时录完第1期以及录到现在分别什么感受？你开心吗？我开心，我真的开心。这是你第一个综艺嘛，对不对？对，我其实第一个常驻的综艺，对是常驻综艺，就是刚开始导演组让我来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就很多顾虑，我会真的很怕跟不认识的人一起去录节目或者是工作吧。当然拍戏是因为因为熟悉会有更多的安全。他有角色嘛？对，人物关系嘛。他可以在一个面具之后面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但综艺的话，就是你要是你真实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会很担心，会想很多，会怕我自己的这个性格大家不喜欢，就是其实也没有想到说观众会怎么样，首先是想到各位哥哥妹妹们就是会不喜欢我的性格，相处不舒服。啊，对，我很怕这个，我会想很多很多，然后就会带了很多很多的负担过来。但是，到现在就像奶叔说的，我完全就没有在担心任何，就不会再想别的那些，就是玩游戏，跟大家在一块很开心，然后也去了很多很多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对，也许你很强大，我特别能理解你，因为我也是爱人嘛，就是进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熟悉的人，而且第一次录综艺，我觉得很勇敢，而且突破成功了，恭喜！而星旭还学意大利语。哦，对，做了很多准备。对，其实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有一天那个也是龚俊那天，龚俊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杀青啊，意大利杀青。对，意大利杀青那一天，那个星旭说那天下午跟贺哥在路边坐着，有跟家人旅游的感觉。哇，当时他那个那一刻我被他感动了。我就坐在那里，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想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不一样。真好，真好，是啊，时间快差不多，差不多了，我得赶紧说，是吧？你还有个问题呢，这个你快速回答。OK 啊，星旭正式回归了我们地球团大家庭，结果就遇上了辣椒金卧底这个游戏，想知道你来之前的心理准备吗？拿到卧底牌的那刻，当下是什么心情啊？我没有准备，我就是觉得。我其实有怀疑了一下，然后他们所有的人圈起伙来骗我，然后就是完全没有给我透露任何信息，然后就硬着头皮就需要完成任务，因为我那时候心理负担还是有的，然后再加上异国他乡，再加上刚刚结束了那个工作，然后直接飞到了意大利，然后落地就开始工作，脑子也是懵的，
各种事情加一起吧，然后就是很刺激，就是觉得自己成功了，刺激快乐的一天。对，凭直觉干事啊。哎，对，所以现在问问我们那个玉文嘛，对我看很多网友说那个你们在整个节目当中展现的是那个非常不内耗，而且特别敢说，特别敢说，而且都形容你是精神状态美好嘛，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想向你学习，因为这个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还有社会当中压力比较大嘛。对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教大家保持这种心态呢？怎么到我这儿问的跟节目没啥关系？就是探讨这种内心的话题了，已经。对啊，探讨情感类的方向是吧？对，走心了。OK， 那个你别管这个，没事儿。对，就是咋说呢？你说很敢说吧，其实吧，因为在这个节目一来的那天，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不坐在一起吃饭，然后就说好像是感觉大家瞬间融到了一起，好像是没有破壁这个过程，大家一见面就迅速的就是气场很合，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这种很舒适的这种环境下，我就忘了有在录综艺了，我就好像是在家里相处，因为我其实对我自己爸妈也不会说是您怎么样，也是像朋友一样相处，然后再加上我看到那个哥哥们都这么可爱。然后就情不自禁的想跟他们开玩笑，我有时候吧，我这个嘴是很欠，但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完了，但是没有关系，就是说了就说了。其实是安全感嘛，就感觉这哥哥第一肯定不会生气，第二都有人给你兜着呢。对，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生气，包括在节目里我们的任何的一个梗，大家都是我说一个他接一个，他说一个我接一个，其实是有来有回的，互相在抛球，并不是说我单方面的攻击一个人这样。对，大家知道都是善意。玉文，我们曾经有个话题，玉文提出来的，说其实我们几个都是讨好型人格，所以他才会很放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表现。对，哎，讨好型人格，你现在确认完毕吗？都是吗？我们几个都不是，都是傲娇型人格，都是傲娇吃醋型人格，需要哄。真是讨好型人格，对，完成了今天这个氛围。哥，你不是总结过吗？那个人格，我们所有人，你不是总结过一次吗？别 Q 他说话了，算了。待会儿，最后如果时间多，咱们这话突然把 Q 他说。这是几呀？这是接着问，来到弟弟了，来弟弟怎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哎，我这就一个，哦，就一个，哦对，我这跟节目好像没啥关系啊。是吗？聊你们，没有，你说嘛？我说啊，这个除了玉文，我们还有一个最小的妹妹啊，欧阳弟弟。弟弟之前在节目里有教大家跳舞啊，舞蹈各种舞蹈，还给大家传授一些在舞台上的经验。哎呦我天！哎，是不是今天要播我们去广场跳舞啊？是今天，是今天吧？这一期，明天这一期，明天这一期第5期嘛，对对，第五期，就广场的那个，还包括咱那个遮衣服那个出来跳舞舞动，对，舞动，那个也好玩，那个好玩，那个超好玩。对，然后妹妹跳的是领舞，妹妹是我们领舞，真不错，没有她在那跳，我们真的很尴尬，真的。还承担了舞蹈编导的。对，我看到弟弟跳舞以后，我就一下就彻底放弃跳舞这个。不是，是彻底打开了。对，我是两个，先就我们说演戏也先击碎我们自己的这个，先击碎自己嘛，然后再重塑起来，是不是？他一跳舞，我们就觉得完了，这跳舞崩了嘛？对，最后咋跳呢？但是因为他带着我们，他永远是会有那种，比如说最直接的，就是最真实的想法。对，他跳舞是真实的快乐嘛，所以他会让我们觉得，哎，原来我们也我们其实在录节目里很少跳舞的，知道吗？任何节目都很少跳舞。这个节目是我跳舞跳最多。我也是，这节目动不动跳舞。最主要是我建立起来以后，就把弟弟的给击碎了。没有，我觉得我很感动，是因为很多有一些跳舞的环节。对。然后哥哥们其实我是年纪最小，我也出道最短的，然后但是哥哥们都会很帮助我，然后呢很配合我，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会，哎，来妹妹学一起跳，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让整个这个事情变得更有意义，然后大家很团结。然后弟弟每天晚上练功啊，
真是哦，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次我们在吃宵夜的时候，他吃2口，然后就赶紧拿着手机对着在一个角落里咔咔咔跳了一身汗，再吃2口，再跳一会儿，再跳，过一会儿就躺椅上就开始睡觉。对，一会儿刚好卡上要见面会了，就在抓紧练了一下。哦，那所以你跳舞有什么小技巧吗？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技巧，真的就是练多练习。但是我在这儿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氛围特别不一样，就身边有不一样的人陪伴我一起玩，我就会觉得更有意义。对，一群业余的吧，一群业余的衬托，就是可以看到各式不一样的。对，没有，其实他也带动了我们那个热情嘛。对，那气氛，我们的热情热爱。那我能吐槽一下吗？说，作为被害人之一，你说 Wink， 他老带那个巧克力酱，我就忍不住老想吃。你怪人家，真的太好吃了。人家吃完晚上练功，别说了要减肥，睡觉，晚上坐着拆穿别人干什么？人家给你带好吃的，你这拆穿别人，下次再更多一起反向表扬一下，反向表扬，加油！加油！开始批评，其实鼓励，下次还带啊。是，问问林一啊，这个你也算，就是当然已经算一个常驻了，因为你来的期数比龚俊多了。我该怎么说呢？我是半飞行，半飞行，不是半检讨一下，我是僚机，我是地球也僚机，不是僚机，不会在，已经是我们的成员之一了嘛。嗯，非常棒，就是很幸运，很幸运。对你第一次来，当然你刚刚来了那个第一次来地球的时候，大家都喜欢 Q 你嘛，对不对？因为就是你会觉得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爱 Q 你啊？没有啦，为什么？我觉得，一个是大家对我也，还有一个雨宁呢，是不是很了解吧？然后想用这种方式，让你更快融入。但我其实就是我来的第一天，我就整个一个大打开。大打开，我就记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一进到那个屋子，就跟每一位这个身体跟灵魂上都有一个碰撞。第一天就让我直接身体接触，直接身体接触，是啥来？太猛了。那个跳弗朗明哥，那个弗朗明哥不是，就每个人都来一段转动，每个人。对，而且我特别纳闷，林一为什么就是张嘴闭嘴，举手投足全是梗？打有是，没有，是不是？真是，天生。天生，但是我就是一来就融入了，而且就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非常的照顾我，弟弟妹妹是一个人。您的弟弟吗？弟弟妹妹，对，就他比我小，子文姐姐啊，都很照顾我，对。然后，其实这是我录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就上次吧，意大利那个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最长的一次录制周期嘛。然后也是这种大家一起玩的感觉，我感觉特别开心。我回来之后还跟芒姐说，都有戒断反应。就是真的是很开心，就是一开始很热闹，突然一天一起床只有自己了。今天对灵魂被抽走了，哎呀，好孤独。对，因为我平时跟家人出去都没有玩这么久过，真的特别开心，然后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顾虑，大家都非常照顾，就很难得。音效啊耶！鼓掌！是，所以呢，你觉得来这个节目你是，就是你感觉是更多了是开心被人带飞了，还是说感觉被坑了来这儿，心里会觉得被坑到了？好难啊！我觉得肯定是带飞了，肯定带飞了，因为我其实录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非常开心，沉浸在这个我们大家一起玩游戏的这个氛围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美景，然后每次我都在傻乐。但是大家也很喜欢 Q 我，很喜欢问我的一些想法，对，就是很难忘的一次经历，对，是不是？后面有很多精彩的场面，有很多林一的表现，非常震撼的、炸裂的一些环节啊！看正片，朋友们，也是看正片，大家透露一点，林一是在这个，就他的语言上是很有天赋非常有天赋。就各种地方方言的那种，他的无敌了，天赋统治感是。我说实话，我说实话，我就是一开始就是导演组他们来问我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跟这个导演组合作是那个另外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我录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我脑子
就是不太正常。然后我本来是想这次来证明一下自己的，烧退了，证明了，对，证明了脑子大好啊，大好，在语言天赋上真的好的好，那就真的要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啊！期待。那最后就剩最后一个集体问题了嘛？对，就是因为咱们整个录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对不起。你这个反应是对的，这是第4个音效，这是第4个音效，你来一下。对，所以还可以。今天最后一天录制了。无语，你看，就是有一帮伙伴可以陪着你玩，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好玩的地方。对，所以最后就是整个录制从北京出发嘛，然后我们到了意大利，然后又到了西班牙，最后来到我们这个大西安。你觉得哪个环节是让各位能够记忆犹新，或者是觉得那个地方很好，或者哪怕是美食啊，或者哪个环节啊，或者哪一刻让你觉得很美好，可以大家分享一下。龚少先来呗，你卡半天了你。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跟你讲，这是一个现在限时回答，每个人只有15秒钟，马上回答。我觉得15秒，1、2、3开始。1、2、3开始。我觉得意大利最后一站最难忘，因为大家给我花了很多时间，有这个送行。等一下，太着急了。等一下花了很多时间，花了慢点，慢慢说。然后给我准备礼物，然后呢，节目组也很有心，然后给我准备就是最后一顿那个大家聚餐啊，饯行。那天但那趴特别感动，很忧心的啊，那趴是我记忆最忧心的啊，非常感谢哥哥、弟弟、妹妹啊们的照顾，没有对，没有姐姐，好，是，哎，来吧，该我吗？我觉得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在。就是也不一定记忆犹新，就是大交金美好的感受，啥都可以说。没有，我觉得最美好的感受就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然后在异国他乡，然后有的时候在比如说我们做完游戏或者出去要做完任务的时候，空闲下来的那一个大概10分钟20分钟，坐在那儿喝一杯咖啡，然后我们聊聊天儿，那种感受是我觉得太美好啊。那个让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很难，就是自己都很难有时间去坐在那儿，看看世界，看看这个美丽的地球。对，因为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平时是，不太去飞行综艺的，我很少飞，因为我这个人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打开自己。但是像这种我们可以在一块生活到，尤其像你说的，在异国他乡，相处10天。那很容易产生感情不一样的，很容易产生感情的，所以就是每次录制完回去之后，都会觉得，就像林一说的，会有一些戒断反应，就觉得好像很想大家，就觉得好像大家在一块生活也好，每天做游戏虽然很累，录制其实是时间很长的，很累，但回去我们坐一会儿聊聊天，放松一会儿，我就会像家人一样，而且像这种真的能常驻的这种节目，我觉得真的是能交到朋友的，是的，是这样的，对，是的，一伸手我还摆了半天，干嘛呢？这是几啊？这是4吧？新加一个啊！新音效啊！新音效啊！美好的瞬间太多了。是，从咱们录第1期，我就发现，就大家伙儿就是那个破冰，就那一期开始，我觉得这冰好像不用破，对，是吧？然后慢慢的到意大利，到西班牙，就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其实让我要说印象最深的，是昨天。啊，咋了？因为咱们隔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记得我在群里说的那句话，我说我想死你们了，真的想，能感觉。就那一刻，就见着你们那一刻，我的妈呀，我好开心呀！不管是在哪儿，无论是在哪儿，只要见面，真的，因为咱们经历了长城，经历了意大利，又经历了西班牙，又隔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就真的想。所以昨天在车上那一刻，是我最美好的。那个大巴车上那一刻，快就是真的是。这个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知道感受到真的很想我们，乃文哥真的很想我们。你在别的节目里也是这么说。没有，我不看别的节目，所以我相信开玩笑，能 get 到那个，我当然能 get 到，因为我跟你能感觉到。弟弟呢？我吗？你先说，
我其实觉得，因为我录这个节目，我没有想到一个节目可以让一群不同年龄层、不同可能生长环境，对，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可以这么好，而且包括不是只有在节目里面我们关系好，是我们意大利、西班牙结束之后，我们回国内，就是那个群里面是每天基本不断的，大家都在互相关心彼此，说想念大家，期待这次的西安之旅这样子。然后美好的过程就是特别多，我觉得也包括在节目里面大家能看到的，我们一起出去玩，出去享受地球上不同的美好的事物，还有我们回到国内看国内的一些文化这些东西，还有包括我们晚上的自己的小聚餐，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能迅速的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聊一些，然后我主要是听很多哥哥们讲他们的一些经验啊，我觉得那个 part 是我觉得我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小就像一个大家庭。这题哇，一比说最好，来，一会儿。我记忆比较深的是，除了跟大家在一起的那个每一天以外，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巴塞罗那个广场上面唱《海阔天空》。哦哟，真的就是要播的那个，就是要播的，马上就要播了。第5期马上就要播的内容，就是我们一开始一整天都在为晚上的这个演出很抗拒，觉得哎，为什么要表演节目？为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演？就当时我们就是想破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整天其实都在为这个事情有点焦虑和压力。其实是存在着期待嘛，其实我们要做这件事儿，我们想把它做好，想做好嘛，期待值很高，所以就给了自己一些压力。然后大家最后想，不管了，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那个先得热情洋溢，我们得带动大家。没有想到到了那广场上面，所有的还有很多的我们那个中国的华人啊，我们一起，那个音乐响起那一瞬间，所有人都跟我们一起挥动双手，然后加入我们一起跳，然后还有一些意大利的外国老爷爷喊 I love China， 我那一瞬间我觉得。那一瞬间感觉是整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是的，我觉得很自豪，然后我也觉得为我们有这么一次演出，我觉得很有意义吧。是的，然后而且还是跟各位家人在一起。哪边哥捧场，哪边哥，音效都忘了。林毅，我最难忘其实也是昨天，对，因为我其实上次录完之后，没想到。我以为我这次就是没机会来了，对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真的特别开心，就还被多了一份工作而感到，他多了个通告，高效率的还能干了一活来跟大家见面，对，还能。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因为我一上车，那个车开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哎呀，不用，我感觉他掌握笑点上了，特别幸福。幸福，就是那种，哎呀，就是有种又回家的那种感觉，跟大家一块玩，就是我也是忘了自己在工作，然后真的感觉，哎，又来一次家族旅行的那种感觉。本来以为是个通告，结果是一次旅行，别忘了。所以这次回去是不是还要戒断了？要不要？也要戒断了，对。行，时间短，2天，但是难受。但是昨天就跟大家见到，就是非常满足了，开心。看到你又来了也很开心，来，两边哥还有2个人，这个剩下音效你 Q， 我们听你指挥，你现在已经 get 了这个音效了，好不好？我来 Q 是吧？我来 Q 贺哥呀，肯定是贺哥，好，然后老大最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每次问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哪个瞬间？你最喜欢什么东西？最喜欢什么？对，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在做一件事情，而且都是从零开始认识，然后到现在那么相熟的人，我认为是每一个瞬间，它就像是一个我们拼图一样，这个拼图不停的会亮起。当大家把这一季看完的时候，它是完整的一个拼图，这就是最难忘的一个瞬间。是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每天我们的经历的东西都是未知的，没有办法预想。发生的快乐的难忘的，对不对？有非常疲劳的，但是有那种再疲劳我们也要因为快乐会把它忘却的那种这个过程哈。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的喜欢，对吧？我觉得，对，要感谢龚俊啊。我觉得就是因为龚俊，我们在一起工作完之后，莫名其妙的第一次认识的一个弟弟，拉着我说了3个小时，说我一定要来一个节目，不厌其烦的在这边重复，然后就来到这儿，因为有了他，认识了这里的所有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事情，
啊，对，来，最后红雷哥总结发言。我希望你呢，我提一个要求，最好你的发言里面把我们这个4个这个效果都能用进去。哦，这又给他考题了。真是第一是先回顾一下，好笑，一是笑，二是什么？二什么？二十耶，三呢？这是哦，原来如此啊！然后呢，是哭啊，感动是哭啊，来吧，来4种情绪啊，哥。还没结束呢，还没到1个小时吗？让你做一次直播有一点阴影。以后你剧宣的时候肯定也会直播的，适应一下。然后我觉得少说一点，就是说点我最想说的。我刚才想了半天，其实你们发言我都没听着。哦，我重要都在。这是不是一个表情啊？哦，这个对了。我一直在组织词儿，我看出来了，一直在我旁边弹珠子。这是雨宁送给我的，他说可以盘一盘。对，我盘一盘。此处得有我呢，其实昨天有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就是看我们这一站是西安嘛，看那个啾啾大秦。哦，那太棒了，我特别激动，太震撼，太棒了。刚才那个雨宁问说，我们这一路上，到底哪些留下了记忆？我觉得让我最振奋的，然后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昨天看那个《啾啾大秦》，因为我是搞舞台剧的，我们都是搞舞台剧的，对吧？其实，那我是搞音乐剧的，那些东西跟我可能关联性是最强的。我发现，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舞蹈水准有一个质的飞跃。是的，对于舞台剧的认知上、审美上，也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真的让我特别的自豪和骄傲。此处有啥？感动了。最后一个，我觉得是真正让我感动的，就是。这里为什么大家都叫我大哥？因为我年龄最长。然后其实我除了乃文是我的长辈以外啊，他年龄比我小，他是我师哥啊，他93班，我95班。对，其实我们从这儿论起来的话，那这里我是年龄最大。其实，在圈里边待的时间也最长，可能演过的作品也更多一些。跟年轻人第一次是这样合作的，我都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对，除了贺，我有见过1次，然后乃文是我从小，他看着我长大。此处有没有点？你要几个？你们1吧。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年轻的后辈比我们强大了，比我们进步了，有没有掌声？不敢了，不敢了，没有。其实就从先进上来讲，育儿说我们几个都是讨好型人格，吓了我一跳。我说这个女孩她这么彪悍吗？她连这样的话都敢说出来吗？我们那个时候就不敢说，谁敢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那今天我承认，我就是讨好型人格，怎么了？是，有没有掌声？感恩这次我们的遇见，彼此珍惜。我说完了。好，对，这个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聊啥事儿，做每一个游戏的环节都容易冒。就说的有点过，说的有点多了。对，但是呢，我这还有最后一个好事要宣布啊！我们地球团献唱的《地球超新鲜》主题曲完整音源，昨天中午12点已经在 QQ 音乐上线了。想听听我们雨宁的绝美声音，可以去听啊。我照样我什么绝美，我没几句啊。这个对，跟大家说一下，提醒各位一下啊，这个从8月23号起，也就是今天，对不对？也就是这周6。
也就是明天我们就开始这个提前播档了啊，因为以往都是周日播嘛，从这周开始，也就是明天周六周日更新我们的这个每一季的上下集，所以呢也要隆重的告诉各位尊贵的 VIP 和 SVIP 们啊，这个多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呢，也是 VIP 用户呢依旧是每周日周一12点可以抢先1周看节目，提前1天跟地球团云游北纬40度。那 SVIP 的用户呢，每周六周日12点就能抢先看节目啦，对不对？是的，对。今天晚上就会有那个亲吻鲨鱼的那个名场面。明天晚上啊，就会有亲吻鲨鱼了。对啊，后天晚上。后天晚上，明天开始看呗。下嘛，对吧？下。好。那最后的结尾，咱们要不要就把《地球超新鲜》的副歌好，来当然大联欢？好，好吧？对，行，那咱们现场有 music 吗？一展歌喉，清唱呀，有啊。好，来，我们这个听听现场 live 版啊，这个简直就是现场演唱会了。好，没有伴奏吧？往前一点，重新放一下，不好意思，来。伴奏声能大点吗？往前一点，咱就唱副歌就可以。来。街头有趣，让我们一起大步前进。世界那么有趣，我们不会怕满身泥泞。世界好有趣，让我们带着不期而遇。世界那么有趣，连倒过来都不足为奇。OK， 那谢谢各位的支持呢，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见了，朋友们，谢谢大家，多看我们节目，地球超新鲜，世界在眼前，拜拜。早饭了。哎，算成功吗？我们这个。